我晋永嘉2年，匈奴刘渊正式登基称帝，并发布了非常感人又非常喜人的登基文书，成为五胡里面第一个问鼎皇帝大位的首领。但问题是，为什么刘渊敢冒头第一个称帝呢？或者说，他仅凭着半拉滨州的国土就敢对抗大晋，他有什么资本呢？你还别说，刘渊还真的有资本，因为登基前的他就有了2个重要的加盟伙伴，一个叫做飞豹王弥，一个叫做羯族石勒。打开地图，暂时不考虑司马睿是怎么在长江沿线站稳脚跟的，整个北方的局势只能用抽象2个字来形容。在北京、天津、唐山及幽州地区，有掌握着较为完善的军事力量，名义上是我晋忠臣，实际上是反贼的王俊，以及跟王俊搭班子的，名义上是反贼，实际上是我晋忠诚的鲜卑人。在河北、山东及冀州、青州有3股力量，一股是官2代王弥带领的活不下去的流民军，一股是臭乞丐石勒带领的活不下去的叛军，以及一股专门剿灭他俩的所谓的正规军吐蕃狗西。在滨州扼住晋阳的是大汉刘氏的正经后裔刘琨先生，而跟刘琨对峙的是冒牌大汉的后裔匈奴人刘渊。在洛阳和关中2个大汉旧都黄鱼所在，理论上来说是我晋的核心管辖范围，但是这2处直辖地带却屡屡在匈奴人的威胁之下危如累卵。上一期我们提了一嘴，刘渊曾在洛阳郊外大摆筵席送别王弥，而刘渊是五部匈奴的儿子，是我晋的高级干部子弟。能在刘渊朋友圈的人都不是普通家庭，比如山西王继，比如山东王弥。王弥山东东来人，家世2000担，也属于高干家庭。平心而论，王弥是西晋腐朽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雄厚家庭背景使得他在我晋干点什么都行，但确实不应该出来造反。等到天下大乱、四海鼎沸的时候，有的人压住八王，有的人冷眼旁观，有的人南下渡江，而王弥这个2000担家庭的子弟放弃了高起点，选择俯下身子打入基层，团结联系人民群众，决定跟着一个小县令造反。刘伯根是东莱监县的县令，光熙元年306年，他利用宗教做号召，组织起来万余人起兵反晋。实际上，所谓组织起来的万余人，无非是政治混乱和战火纷飞之下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被迫成为流民军，四处劫虐而已。刘伯根任命王弥为这支队伍的长史，2人一同率领着大军袭击临淄，击退了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前来镇压的军队，取得了一场小胜利。但是不久之后，这支流民队伍就遭遇了创业之初的重大失败。青州刺史宁北将军王忽大败刘伯根，刘伯根被当场斩杀，含恨下线。按照一般的农民起义套路，一代头目去世之后，这支队伍就应该偃旗歇鼓，就地解散了。幸运的是，这支队伍被王弥承接下来，继续挥发着旺盛的生命力。王弥率领残部退守莱阳东，也就是山东半岛的一处海岛上，当上了海贼王，可谓是领先东晋孙恩 N 个版本。稍事休整，补充兵员之后，王弥重整旗鼓，准备再度出山。不过还没来得及实现理想抱负，兖州刺史狗西之弟狗纯又来清剿这批土匪，不得已，王弥逃进长广山当中，当起了山大王。307年官军退去后，王弥趁机又出山，接下来就是王弥的专场了。实在，王弥每次出来抢劫搜刮，都会做好详细的计划，设定战略战术，号称算无一策。而且除了脑子好使，王弥的体力也很好。经典描述履历过人也出现在了王弥身上。王弥本人是细致和粗犷的结合，他率领的山东大汉呼啸而来，席卷而去，可谓是又领先了梁山好汉 N 个版本，以至于山东人民称他为飞豹。随后王弥就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乱世之中，只要我把你的粮食抢了，我就能活，你就得死。如果不想死也行，那就加入我们的流民军队伍。也正因为如此，王弥在清徐2州劫掠，队伍是越滚越大，堪称是一股破坏力惊人的蝗虫，走到哪儿就是一片焦土。2州的2个太守捍卫国土，均被王弥斩杀。
此时帝国中央的核心人物不是怀帝，而是太傅司马越。他赶紧派居献任东莱太守，以讨伐王弥。但结果还是一样，这个太守又被王弥所杀。本来王弥在山东河南地界已经肆虐的无法制止，俨然是肘腋之患了。但是西晋朝廷或者说司马越决定委派华北平原的大魔王吐蕃苟晞去剿灭王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把肘腋之患降级成为戒险之疾，反而直接把王弥升级成了急火攻心。吐蕃这个外号一听就不是善茬。苟晞的出身其实并不怎么好，我们多次聊过，在那个时代，门阀世家几乎垄断了所有教育、文化、仕途等等一系列可以让寒门子弟出头的机会，连二代子弟都卷得不行，更何况出身低微的布衣之士呢？也正因此，晋书中对苟晞青年时期的交代也就寥寥几句话，无非是某年某月他在哪个地方当官，然后他的政绩卓著受到了当地长官的器重。但是乱世是阶梯，八王之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其中也有苟晞。虽然对普通人来说，八王之乱是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对于苟晞这种有进取心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机会。像刘琨一样，整个八王之乱期间，苟晞也是看到谁的胳膊粗就归附谁，在跳槽来跳槽去的过程当中，苟晞也实现了升职加薪。简单来过一下，起初苟晞是司马越的参谋，后成为齐王司马囧参军，再成为长沙王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再成为成都王司马颖的北军中侯。注意哦，这时候苟晞已经是禁军高官了哦。最后苟晞又回到司马越一党，在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萧手下任兖州刺史，成为地方大员。而在这个过程中，苟晞见到朝政混乱，心想绝对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所以开始大肆巴结朝中的权贵，不拘泥于一党一派。每次打仗获得的战利品，如果有珍宝之类的，就赶紧送往京城洛阳，宁可自己苦一苦，也要让京城里的大人物爽一爽。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苟晞用这种手段，他终于攀上了东海王司马越这棵大树，俩人关系亲密到如胶似漆的地步，最后甚至结拜成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苟晞渴望建功之心更甚，所以为了树立威望，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字：杀。不管是胡人还是汉人，也不论是白身还是官员，只要是稍微触碰一点点法律法规，他就立即处死，以至于到了每天都要杀人的境地。所谓流血成川，人不堪命，所以他获得一个外号，叫做吐蕃。等到各地的流民、八王之乱的余孽以及北方的匈奴人在各地趁势揭竿而起之时，西晋王朝因为内耗根本无力镇压。此时在兖州旁边的河北地区，起兵的是司马颖的旧部公师藩，并欲图进攻苟晞的兖州，这让摄政的司马越坐不住了，亲自指挥军队讨伐。苟晞此时就是本次战役的前锋。公师藩没有想到，在河北如入无人之境的他，竟然碰上了苟晞这么个硬茬子，不仅在他手里讨不到任何好处，而且最终此战竟然也让公师藩本人也丢了性命。公师藩死之后，跟着公师藩混的吉桑和石勒逃到苑中，吉桑顺势承接起了这支队伍的大旗，并开始扩大力量。他任命石勒为服业牙将，让他率领牧人劫掠郡县，并专门去监狱里面招募囚犯，又开专项招聘会，招募山泽中的亡命之徒。石勒招募了一大帮大恶人之后归队，吉桑队伍的力量大大增强。永嘉元年307年，吉桑自称大将军，打着替老领导司马颖诛杀司马越、司马腾二兄弟为名起兵。石勒作为吉桑的前锋，屡建战功，被任命为扫虏将军，封中明亭侯。虽然是伪政权的侯爵，但不管怎么说，石勒从一个杂胡奴隶到侯爷只用了短短的3-4年的光景，可见创业团队的重要性啊。5月，吉桑、石勒进军邺城，也就是上期我们说的吉桑、石勒大破司马腾在邺城的守卫部队。司马腾乘轻骑出逃，被吉桑部将
李丰杀死。报了仇的石勒和吉桑一把火烧了邺城王宫，这个从袁绍时期就开始经营，经过曹家精心建造，历经100余年的建筑，终于毁于一旦。随后吉桑石勒残忍屠杀了邺城军民万余人，劫掠妇女珍宝之后扬长而去。邺城的沦陷让司马越大为惊恐，本来如意算盘打得好好的，让弟弟司马腾在这儿镇守，用以实现对帝国四方的都督和关键战略要地的把控。没想到年富力强的弟弟竟然被一伙流民奴隶给杀了。他立即让苟熙出场，负责剿灭吉桑石勒这伙叛军。打了胜仗的吉桑和石勒乘胜追击，又攻陷了山东烙陵，并斩杀了幽州刺史石先。不仅如此，他们还想直接把兖州拿下。当年曹老板在兖州建立基业，我们为什么不行？吉桑和石勒俩人横行兖州，横冲直撞的造型很帅。兖州本地正经的朝廷命官兖州刺史苟熙决定再次交由他们2位做人。遭遇吉桑之后，苟熙让大部队安营扎寨休息，仅派出1名干部到吉桑军营前，宣传我晋的优良政策，招纳大家投降，号召大家一起建设美丽大晋。苟熙仅用心理战就把吉桑队伍的信心击垮，吉桑的部队出逃者甚多。但其实吧，苟熙宣传的估计不是大晋的好政策，按照他图伯的外号，他宣传的应该是威胁政策。凡是不听从朝廷命令的，一律三光，这才导致吉桑的队伍瞬间夺起。随后苟熙乘胜追击，连续8次攻破吉桑构筑的防线，另有一说是9次，重新夺回了邺城。吉桑石勒大败跑路。这次战斗对吉桑和石勒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吉桑石勒在苟熙这个家伙面前自己还能捡回一条命，不幸的是部队大部分都报销了，他俩成为了孤家寡人，只能寻入民间，再次组织力量。